叶晨猜的没错，当他与段立业一同来到顶层，中年男子便将两人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跟着一起进来的还有那名暗劲两重天的年轻人，以及那几名明镜高手。房门关上的那一刻，那名年轻人率先一步来到段立业面前，忽然双膝一弯，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头，哽咽着说道：“特使大人，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们这上上下下3700多条人吧。”其他人也立刻跟着年轻人跪了下来，哽咽道：“特使大人，求您慈悲。”段立业一下子有些措手不及。叶晨给他的心理暗示是让他按照以往的惯例与这些人见面，但是这些人忽然跪在他面前求他慈悲，让他一下子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现在的段立业更像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机器，如果这个命令在他的系统内有记录，他就能够立刻执行，但如果没有记录，他就会进入一种程序错误的状态，这也是心理暗示最大的弊端。叶晨看出段立业有些宕机，于是便开口问道：“你们是在担心英主会用20年前惩罚别人的手段来惩罚你们吗？”叶晨这话一出，几人瞬间满面骇然。他们没想到，一向跟在特使身边一言不发的随从，今日竟然主动开口说话，而且一开口就说准了他们心中的恐惧。几人面面相觑，随后那年轻人忽然意识到什么，跪着爬向叶晨，哽咽道：“请恕在下有眼无珠，未能及早参透特使大人身份，还请特使大人降罪。”其他人一见如此，也立刻恍然大悟一般，纷纷跪着爬到叶晨的面前，虔诚无比地哀求道：“请特使大人降罪。”叶晨微微一怔，随即很快便回过神来，心中暗忖：看来这帮人是把我当成真正的特使了。破青会内部信息严密隔绝，又非常喜欢对外放烟雾弹，就像段立业所说，那些由破青会把控的企业里，明面上的董事长一般都不是真正的负责人，而负责人很可能只是董事长身边一个不起眼的助理或者会计。就好像这座铜矿在外面的时候，看起来那中年人是这里的负责人，而年轻人则是他身边的秘书，可是一到了这办公室里，年轻人立刻成了他们中的领导，所有人都为他马首是瞻。所以眼下这年轻人似乎也误以为自己这个特使助手很可能才是真正的特使。眼见这些人跪在自己面前哀求，叶晨微微一笑，开口问道：“如果英主真的决定将你们这里的所有人统统杀掉，那你们敢不敢在临死之前拼死反抗？”几人听到这话，整个人惊骇无比，身体都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为首那个年轻人惶恐至极地脱口说道：“特使大人，诸神在上，这件事本就是属下办事不力，辜负了英主的信任与期待，就算是英主让属下立刻去死，属下也绝无半点怨言。”其他人也立刻连声说道：“愿为英主赴死。”叶晨哼笑一声，鄙夷地说道：“别人要把你们全部都干掉，你们非但没有半点反抗意识，反而像个奴才一样跪在的上表忠心，你们难道就没有半点血性吗？”众人听闻叶晨如此质问，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们还以为叶晨是故意试探他们，这种时候哪敢有任何忤逆的表现，一个个吓得不停叩首。而为首的那个年轻人更是哽咽说道：“特使大人明鉴，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属下真是想都不敢想啊。”叶晨看着他惶恐无比的表情，能看得出此人心中确实满是恐惧，根本没有半点反抗之意。不过仔细回想这些人的身份，叶晨也就不觉得惊讶了。毕竟按照段立业所说，除了死士、萧其卫以及他们的家人之外，其他的破青会成员大都是自愿加入的。尤其是那些渴望能够快速突破修为的武者，他们加入破青会为的就是实现修为的跨越，所以他们与破青会之间并没有什么刻骨仇恨。而眼前这个年轻男人修为不低，并且还是节度使，
负责整个死士基地的运营与管理，想来级别也不算低，甚至他很可能也是从虎贲营训练出来的。这种人对破清会除了言听计从之外，甚至可能还心存感激，所以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不会想要与破清会对抗。想到这里，叶晨对策反这几人失去了兴趣。他看着几人，淡淡说道：伯根的失败，英主确实非常震怒，不过英主也知道这次失败的责任并不在你们，所以你们倒也不必过于担心。几人一听这话，当时长舒了一口气。为首那名年轻人感激不尽地说道：谢谢英主宽宏大量，谢谢特使大恩大德，我等必将知耻而后勇，为组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叶晨点了点头，伸出手来，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随着一丝灵气渡入对方大脑。叶晨淡然说道：很好，不过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明白了吗？那年轻人眼神一致，随即不假思索地说道：听明白了。在他身后的几人此时还有些疑惑，不知道这位特使大人为什么会对节度使说出这样的话来。毕竟在破清会，英主是唯一的至高存在，任何人不得忤逆，更不得以下犯上。可这位特使大人的话，好像是想在组织内部培养自己的心腹。叶晨眼见几人迟疑了起来，故意冷笑着问道：怎么，你们几个不愿意像他一样效忠于我？那名中年人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为英主马首是瞻。叶晨笑着点了点头，淡淡道：果然忠心可嘉，看到你们对英主如此忠诚，我也就能放心了。叶晨的话让几人稍稍松了口气，还以为叶晨只是在试探他们对组织的忠诚度。叶晨这时候走到几人面前，伸出手去与几人分别握了握，但每个人的大脑都被自己渡入了灵气之后，他才清了清嗓子，厉声对几人说道：从现在开始，你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向我效忠，明白了吗？明白了。几人此时已经完全被叶晨完成了心理暗示，一个个毕恭毕敬地答应下来。控制住这些人之后，叶晨便开始准备执行自己的计划。通过对破清会的了解，他可以断定死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内心深处对破清会必然充满了仇恨，所以只要能把他们体内的剧毒解了，他们一定会被自己策反。但是骁骑卫这个群体相对来说就要谨慎一些，因为骁骑卫虽然也是死士出身，但毕竟有些骁骑卫已经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身份，并且已经进入了破清会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晋升阶梯，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人已经把心偏向了破清会，并且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在破清会大展宏图。于是叶晨便想出一个除奸的主意，他打算让这几名管理人员将骁骑卫里的各级负责人先叫到这里来，让他们在这里集中服药，待他们服药之后，再不动声色地给他们一个能够直接与自己这个特使面谈的机会。叶晨带来的解药，只要这些骁骑卫服下，体内的剧毒就能瞬间瓦解。到那时，如果谁服药之后对自己保守秘密，默不作声地离开，那必然是对破清会有所保留。但是如果谁服药之后立刻来自己这里告密，那此人的内心必然已经全面倒向破清会。通过这样的手段，虽然不能判定那些有所保留的人是不是真的与破清会势不两立，但起码能先一步将骁骑卫里的叛徒筛选出来。于是他问那个节度使骁骑卫各级负责人一共有多少个。节度使不假思索地说道：骁骑卫有1位指挥使，3位骑长，9位营长，以及27位队长。说罢他又道：不过上次任务损失了1位指挥使，失踪了1位营长和2位队长。叶晨点了点头，淡淡道：将剩下的分成3组，先把一组的人带到这里来，在隔壁给他们准备一个房间，让他们在那里服药。节度使立刻恭敬地说道：属下这就安排。叶晨嗯了一声，嘱咐道：你把人带到之后就来这里找我。好。
等了约莫几分钟，节度使匆忙回来，恭敬地对叶晨说道：“特使大人，第一组12人已经到了，请您移步会议室。”叶晨点点头，裹着黑袍，在节度使的带领下来到隔壁偌大的会议室内。此时的会议室里已经坐了12名忐忑不安的中年男子，这些人全部都是骁骑卫的各级负责人。叶晨迈步进来的时候，这些人一个个表情都非常紧张。叶晨走上会议桌的首位，看着这12名骁骑卫，淡淡说道：“诸位，承蒙英主仁爱，特地给所有骁骑卫换了新的解药。今日把诸位叫到这里，便是希望大家能够先一步尝试这种新药。”一听是新的解药，众人表情均是一礼。此时的他们心里都十分诧异，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未听说过组织更换过新药。叶晨这时继续道：“最近风云突变，想来诸位也是有所耳闻，骁骑卫在将来会面临更多艰巨的任务，所以你们之前7天的药效已经明显有些不足，所以英主给你们准备了新的解药，新药的药效会从7天延长到15天。12人一听这话，心里的疑虑顿时打消不少。叶晨将自己准备好的解药拿出来，淡淡道：“诸位这次就在这里服药，服药后我会在隔壁与诸位逐一面谈，届时需要你们将服药的感受如实告诉我，你们的叙述我都会记录在案，回去后呈给英主。”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